草帽海贼团全员怪物。以前有个梗说，本以为草帽团是一群草根出海冒险，没想到是各种富二代出海体验生活。现在看来，不仅如此，他们甚至都不是正常人，一个比一个怪物。当然，怪物在草帽团里并不是嫌弃，而是对伙伴实力的肯定。路飞那奇特的果实能力自然不用多说，现在更是配得上怪物的称号。当时山治就是用连我们船长都是怪物，你怕啥这种话来安慰乔巴的。不过，看似肉体凡胎的索隆被称为怪物的次数，甚至比路飞还要多。早在认识娜美的时候，索隆就是血流了一路，架也打了一路，完了还活蹦乱跳，早早的被娜美归类为和路飞一样的怪物。后来罗生门劈火车，把小弟们都给看傻了，被小弟们评价为就那种怪物，还不是草帽团的老大吗？没错，他们的老大更怪物。不久之后，老大用脚劈军舰。再后来就更离谱了，因为在龙宫城里虐杀海贼被称为天生的杀人魔鬼刽子手。索隆反驳说，面对提刀而来的敌人，难道还要请他喝茶不成？而且索隆的坦度一点都不输路飞，扛伤害这一块你永远可以相信索隆，这要是没有怪物级别的肉体和意志是做不到的。山治现在也很难称得上是正常人了，刀枪不入，快速恢复。血统因子的觉醒让山治一度以为自己要变成和几个兄弟一样的怪物，但还好拥有了怪物的肉体，但保留了人类的情感。乔巴最开始可是深受怪物这个称呼的其害，搞得乔巴非常自卑。当时草帽团有路飞、索隆、娜美、乌索普、山治、薇薇，他们再怎么怪毕竟还是人，一只会说话的狸猫确实属于真兽级别的了。那是乔巴进团早了，因为他如果能先看到一副能说话的骨头布鲁克，他就不觉得自己是个怪物了。现在乔巴常常因为自己在草帽团怪物排行榜里排不上号而感到自卑。话说伟大航路确实神奇，确实无奇不有哈。东海五人组自从进了伟大航路，收伙伴的标准也逐渐狂野了起来。自那以后上船的船员也仅有罗宾属于人类的范畴。当然罗宾不怪则已，一怪惊人，觉醒了绝美的恶魔形态，也对得上他恶魔之子的称号了。当怪物索隆在龙宫城里嗜血的时候，娜美和乌索普蹲在一旁又开始嘀咕了，哎，我们越来越像坏人了，哎，为什么我们船上都是这种人啊？哎，船长也是啊，以为他俩是正常人了吗？不，显然不是。娜美自带霸禅，在船上谁见了他不跟见了怪物似的，分分钟秒杀草帽团3大主力怪物。乌索普普通人的灵魂是不假，但是怪物级别的肉体不服不行。他俩在这儿又开始草帽团的传统技艺，我吐槽我自己了。草帽团越来越怪物，还有一点传统就是，只要对方足够奇怪，路飞就会拉他做伙伴。要不是其他伙伴阻止，现在他们船上还会有一只僵尸独角兽、一棵僵尸大树、一只半兽人和一只佩罗娜的幽灵等等等等。从到达水之都前，路飞理想船将的画稿上来看，那会儿路飞压根就没有想找个正常人。最后弗兰奇上船，不仅不是人，还是个变态，怪上加怪，路飞很满意。然后就是布鲁克，不仅不是人，还是个音乐家，路飞很满意。之后是慎平，不说了，路飞很满意。反正草帽团已经10几年没有收过正儿八经的人了，就是逐渐物种离谱。草帽一伙在冒险中遇到过很多怪物级别的物种和对手，到最后没想到怪物竟是我自己。当然最重要的是，路飞他们从来不会在意伙伴和朋友是不是怪物。就像路飞在雪地里仰天高呼邀请乔巴，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你看起来很好吃，当我们的储备粮吧。当然这是低情商的说法，路飞还是选择了高情商的说法，废什么话，一起走吧。所以再等等，总有人会接纳你，这是草帽团与众不同的温柔。草帽团没钱的时候改善生活的4种方式。在草帽一伙的艰难时期，除了娜美有点存款勉强维持开支，其他人可以说兜里比脸还干净。不过就算是这样，草帽一伙还是有办法能经常吃到丰盛大餐，这就不得不说草帽团改善生活的小妙招了。首先就是吃霸王餐，路飞从小就是吃霸王餐的惯犯，后来索隆也就被带坏了，所以他俩身上常常是1分钱没有，结果却能心大的在饭店里吃得像个首富一样。在罗格镇，巴基就当了给他俩付钱的大冤种，不过路飞索隆还是很礼貌的，临走时还退给了巴基多余的钱并道谢。有一次路飞索隆吃关东煮，最后结账11贝利，这个价格真是比乔巴还厚道，但是两人压根1分钱没有，路飞用了一块签有未来海贼王字样的石头来抵账，可想而知两人直接被老板给摁了。时至今日，不知道这个老板是不是肠子都悔青了。到了阿拉巴斯坦，当时的路飞已经饿得受不了了，冲进一家餐厅，阴差阳错的撞飞了斯摩格和艾斯。路飞也没管自己撞到啥东西了，直接开始炫饭。等3个人你追我赶跑出去后，老板懵逼了，店拆了，饭吃了，钱呢？之后路飞和乌索普买水喝，可谁知又遇到了斯摩格，烟鬼被喷了一脸水不说，俩人抱起水桶撒丫子就跑。老板把钱还算在了达斯奇的头上，那没办法，只能交了。海军给海贼付钱也是很离谱了。除了吃霸王餐，靠各个地方的好心人接济才是草帽一伙改善生活的主要方式。刚到一个地方会认识新的朋友，比如在空岛上，当时草帽全团只有5万贝利，不过科尼斯一家就提供了很多空岛食材，山治出手艺，做出了非常丰盛的大餐，改善生活。另外，如果帮助了一个地方之后，当地人也会热情款待，对草帽一伙来说也是免费改善伙食的好机会。而2年修炼期间，其实大家的伙食情况都很好。路飞这边别看是在猛兽岛上，女帝可是会定期送来大餐，有些还是女帝亲自做的。罗宾在革命军那边更是 VIP 待遇，索隆这边有鹰眼佩罗娜这俩厨子听候差遣等等吧。
再加上每次大战之后的例行宴会，更是堪比过年，基本上都是当地人出物资，山治出手艺。当然，除了司法岛那一次，路飞一场宴会花掉1亿贝利，过于离谱。通常草帽一伙在宴会上基本上不需要花什么钱，直到和之国结束，这会儿的草帽一伙其实早就不差钱了，但依然保持着靠当地人接济改善生活的习惯。因为这些酒肉都是从凯多集团缴获的战利品，不吃白不吃。而在没钱又在海上的时候，山治才是能改善生活的存在。毕竟边角料也能做出好饭，大家会一起钓鱼给山治作为食材。不要小看几条鱼，在海军要塞的时候，山治用剩下的鱼都能做出丰盛大餐。平时一条鱼做8个菜不过分吧？山治还可以用一些常见的食材做出非常好吃的零食。曾经做过一种土豆派给大家换换口味，看他们在那里吃的酥脆，看起来非常好吃。除了吃霸王餐靠人接济，山治兜底保障之外，还有一个改善伙食的终极办法，那就是储备粮桥巴。其实在恐怖3人帆船之后，草帽团迎来第2次报复，后面草帽团的伙食情况就一直没差过。但山治离开的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山治就刚走这么一会儿，食材霍霍干净了，路飞还差点被鱼给毒死。可见路飞跟山治说，没有你我当不了海贼王，此话不假。那这个时候胖乎乎的乔巴可以说就是一顿鹿肉大餐，紧急时刻改善伙食，储备粮就是这么用的。不过话说，除了路飞花了1亿那一次，草帽团在纳美管钱定期发放零花钱之下，在吃饭这方面其实还真没花太多的钱，多半是各种白嫖方式。所以只要不让路飞碰钱，草帽团就可以一直富有。海贼王里那些令人迷惑的姿势，在海贼王里会发现有些人的习惯性姿势非常接地气，比如路飞经典的亚洲蹲。而比亚洲蹲更多见的是，很多人都有翘二郎腿的习惯，多到这都可以说是一种二郎腿文化了。很霸气的场面就是3大将在顶上战争登场的时候，赤犬和黄猿自然的就翘起了二郎腿，就因为显得不合群的青雉没翘二郎腿，所以赤犬心怀芥蒂，后来就断了他的腿。但是青雉真的不翘二郎腿吗？青雉明明也翘，腿没了知道翘了，显然青雉当时纯属就是看不惯赤犬。除了大将，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胖的瘦的，也包括草帽团众人，其姿势大概可以分为低调含蓄型和张扬嚣张型2种。要说谁最能翘二郎腿，倒还不是大将，而是罗。罗的二郎腿才是翘得飞起，刚登场的时候在翘，躺着休息的时候也在翘。不得不说这样是很舒服，但时间长了腿容易麻。在回忆里，罗宾和罗2个人是比着翘，甚至吊在山治肩上的时候还在翘。那罗站着的时候总不能翘了吧？不，罗站着的时候也会战士二郎腿。还有一些恶魔果实能力者的一些招牌动作，比如罗宾的花花果实、明哥的线线果实、福克西的迟缓果实、女帝的甜甜果实、罗的手术果实等等吧。理论上这些手势都是自创的，不过屏障果实有点特殊。最奇怪的是，2任屏障果实的使用者都用了同样的手势。黑炭禅丸和巴托洛米奥甚至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正当很难不怀疑这玩意儿是不是有使用说明书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细思极恐的细节。巴托曾经说过，手指打结张开防护网是他童年就知道的。那加上黑炭禅丸曾经确实有侨居和之国海外的经历，这如果是关于屏障果实手势的伏笔，那这个伏笔就太细了。还有3种姿势，模仿难度虽然不高，但是需要莫大的勇气。一个是弗兰奇的经典姿势，但是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只穿一条内裤或者什么都不穿，还能做得如此舒展，那应该是很少有人能模仿的了。毕竟这比的就不是柔韧性了，而是脸皮。第二个，女帝的王之蔑视，蔑视程度直接是头都仰到后面去了。这个姿势除了需要极强的柔韧性，不然一不小心就会闪到腰。主要是这种门户大开还看不到正面的姿势，感觉会很没有安全感。第3个，明哥的走路姿势，这个六亲不认的走姿模仿出来也许不难，但是真要走在街上可能会挨打。还有一些姿势模仿难度很高，布鲁克45度倾斜，这个看起来应该没有那么难，实际上不借助工具的话，很难保持像布鲁克这么规则的三角形。虽然是很无厘头的姿势，但却能帮助布鲁克自娱自乐，缓解孤独。2年期间，他还尝试过把难度提高到40度，但好像失败了。路飞用脚鼓掌，用脚鼓掌倒是不难，但是路飞这招还有进阶版，在表达兴奋高兴的时候，路飞就会扶着什么东西小蹦起来，而且2只脚掌要合十连续蹦跶，这个好像真的挺难的。萨博的龙爪拳，食指和中指并拢，无名指和小拇指并拢，尽可能的张开空间，而且手指还要向下弯曲，模仿出龙爪的形状。做不出来这个姿势，刻意模仿的话，感觉手都要废了。维奥莱特的手势，他使用蹬蹬果实的手势，不得不说很反人类，2只手摆出类似 OK 的手势，然后还要将手翻转贴到眼睛上，除非拥有路飞那种可以随意翻转躯体的橡胶体质。索隆的3刀流奥义需要把刀给转起来，而这个牛顿看见也得默默躺回去的姿势，甚至难倒了真人剧，因为索隆是用手指转笔一样转刀的。看来索隆不光咬合力惊人，指力也了得，能做出近海之王和果实能力特效的真人剧，面对索隆的3刀流，直接用起了最简单粗暴的解决办法，上胶带。山治的踢击串烧，这个姿势首先需要一字马的功底，当然一字马通过训练可以获得，对山治来说更是基本功。但是串烧这个技能的发力很诡异，是战士一字马，
然后还要在空中旋转，像转子一样向下攻击，同时稳稳落地后还保持王子的优雅，可以说是模仿不了一点。乌索普最牛逼的5大能力，在草帽团里要论正儿八经的打架，乌索普可能比不上那几个嗷嗷能打的，但乌索普就像是个极度偏科一样的存在。有些方面，草帽团主力也只能是望神兴叹。第一个为大航路社交达人，要说草帽团里这一路上人缘最广的无疑是路飞，但乌索普也不差，而且在质量上乌索普某些方面也许还更优。最牛逼的就是乌索普和巨人族的渊源，早在小花园的时候，乌索普就拜了红鬼部洛基为自己的师傅了。好家伙，乌索普这一开始死活说自己有不能登岛的病，结果最大的赢家最后是乌索普。然后到了司法岛，乌索普又忽悠守门的那2个巨人族凯西和奥伊莫，说我和你俩的老大哥有很深的交情。这一点乌索普还真没夸张，因为小花园一战，索隆他们和巨人族都被三哥给禁锢了，的确是乌索普带头翻的牌。所以知道被世界政府欺骗后，这俩巨人直接被策反，跟着乌索普大哥去干世界政府去了。到了德岛，不得不说，以海尔丁为首的巨兵海贼团，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乌索普才加入了草帽大船团。乌索普凭一己之力砸了巴基公司的饭碗。乌索普从一开始是巨人族的徒弟，到巨人族的大哥，再到巨人族的神明。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原来乌索普的8000部下，最后会是8000个巨人族加小人族吗？那就可太牛逼了。第二点，萝莉杀手。乌索普不打正儿八经的架，主要是乌索普专治各种萝莉，专治各种 bug。因为对付这种敌人，说实话，路飞、索隆、山治、甚平还真不好使，真的只能上乌索普。从小花园识破萝莉黄金周的色彩陷阱，到恐怖3帆船恶心坏了团灭草帽团的佩罗娜，再到德岛双杀 bug 砂糖，再到鬼岛上擒住凯多的萝莉监视器宝皇，可以说乌索普这张脸是所有萝莉的梦魇。第三个，预言能力。关于这个，一开始一定会觉得乌索普是在吹牛逼，但是慢慢往后会发现，乌索普这分明就是摇式。早期的巨大金鱼粑粑、8000部下、小人族、1至2至3至、美女剑豪带着肉来了等等的预言都已经见证过了，还有艾尔巴夫的预言也可以说是预言了一路，也即将实现。其实还有比较新的预言也已经实现了，比如在佐乌的时候，乌索普描述了一段路飞偷印历史正文然后去拉夫德鲁的 Q 版幻想，当时路飞是极力反对的，结果后面到了蛋糕岛，布鲁克还真的用到了这个办法撬到了历史正文。要说谁的预见未来最长，弗兰奇提前为甚平准备好了室内鱼缸已经算很长了，但是乌索普表示别人预见的多远也只是在整个海贼王里，而整个海贼王却在我的预见里，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第四个，超级抗咒。其实乌索普一直有个特异功能经常为人们津津乐道，那就是乌索普从来没生过病，从这一点上就为乌索普凡人却异于常人的体质埋下了伏笔。因为路飞是橡胶人，山治是改造人，索隆是健身人，甚平是鱼人，他们随随便便放2斤血断几根骨头没有大碍，可乌索普却以看似凡人之躯和他们匹敌了。一个肉装 ADC 有时候会充当第一个挨揍的前排用，弗兰奇作为铁人面对罗宾的绞杀也只能是跪地哀嚎，但在阿拉巴斯坦重伤之下的乌索普却用最柔弱的部位扭转了乾坤。以前觉得乌索普很弱小，其实乌索普也是海贼王里的真男人。第五个，感知力。乌索普的预言屡屡成真，感觉和他正儿八经的见闻色也很相称，所以才觉得一切更理所当然了。还有一点，梅利号的传灵虽然最后草帽一伙都能感受到了，但是第一个发现的是乌索普，对这个最敏感的也是乌索普，所以在德岛的时候，乌索普觉醒的那种见闻色才足以让人震撼又觉得理所当然。而且直到现在好像也很少有人施展过这种视觉的见闻色。在 Red 剧场版里，乌索普和耶稣布终于算是半相见了，只用了见闻色沟通，但看来耶稣布的见闻色好像更屌一点。不过在海贼王里，完成见面的约定非常重要，这也说明不知不觉中乌索普距离自己的梦想又是更加近了一步。被一块橡胶给整崩溃的神艾尼路。艾尼路是路飞打过的 BOSS 里最特殊的一个，他既不属于海军、海贼这些阵营，也没有赏金，也不屑于联网，就自己在那玩单机，主要是果实能力还离谱的强。他局域网 ID 就叫做神，直到有一伙人闯进了他的局域网。在这之前呢，艾尼路就有一个闪闪发光的梦想。艾尼路出生于一个叫秘鲁卡的空岛，早年间就听闻了关于无限大地的传说，那里的人认为无限大地是神的归属之地，然后艾尼路就坚定了梦想，是要回归无限大地的男人。这跟路飞要找到 One Piece 成为海贼王，山治要找到奥布鲁的梦想差不多。有梦想是好事儿，但是呢，艾尼路那种唯我独尊的性格不知道何时形成的，可能一开始他就认为自己就应该是神，也可能是有了响雷果实能力的艾尼路获得了神一般的力量。不管是哪一种，他对自己的定位开始逐渐魔怔，得了深度的中二病，毁灭了自己的故乡，抢夺了山地亚人赖以生存的地方，挤走了原来的神甘福尔，奴役甘福尔的手下给自己造方舟。这些人大多是天使岛居民的家属，天使岛上的人是不敢怒也不敢言，谁敢说他一句坏话，那就得接受遭雷劈的神之制裁。艾尼路拥有最具破坏力之一的自然系响雷果实能力，还有新网，也就是见闻色霸气，两者结合就等于地图基本全亮的上帝视角。关键艾尼路还说
他的能力覆盖空岛还绰绰有余，这能力就算放到现在也是最强见闻色之一。要不说天使岛的人为啥怕他，柯尼斯还只能偷偷把特快虾叫来，赶紧把索隆他们快递到祭坛。这也不能怪他，艾尼路确实是神一般的存在。艾尼路在这里统治了6年，不管是山迪亚战士时常组团跟神官们干一下子，还是路飞他们误打误撞非法入境，一开始局势都在艾尼路的掌控之中。山治、乌索普、罗宾、索隆接连被秒，瓦帕用排击背击倒艾尼路，可没想到艾尼路又把自己的心脏给激活了。同样会给自己做手术的明哥和罗直呼内行，直到遇到自己的天敌橡胶路飞，原本桀骜不驯、高高在上的艾尼路，硬是被路飞给整出来表情包来了。艾尼路的响雷果实大部分作用都废了，自己的心网后来也被路飞发现了漏洞，但是艾尼路也不是没有办法，用雷冶金造出来的金疙瘩把路飞的手给套住了，并打下方舟。第一局艾尼路胜。艾尼路要是单纯的去无限大地，也没人拦他，但是艾尼路魔怔也魔怔在这儿，临走前还要毁灭空岛，觉得自己是神，这些人就得服从自己的安排。作为神，他给那些人带来恐惧，也是他的一大爽点。他说天上能有啥，那只能有啥，剩下的统统给他下去吧。完了还要带走黄金钟，也没啥目的，就是觉得好看金贵，只有自己神的身份才配得上这稀世珍宝。这下山迪亚人和路飞不干了，说什么也得把艾尼路给捅下来。但不得不说，艾尼路的果实能力开发的是真的强，雷营随随便便就可以毁灭一座岛，包括用果实能力给自己的见闻色加 buff， 用雷冶金改造变换武器，还能产生高温，能把能力作为源源不断的能源。尾田曾经在 SBS 里说过，艾尼路如果下到青海，赏金有5亿，这明显是低估了。就艾尼路当神都当魔怔了的属性，当七武海大将给人打工这样的活，他肯定不干，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唯有2种结果，要么制霸一方赏金特别高，要么推进城里住单间。艾尼路当时那种设定放到现在也完全不落后，只不过路飞恰好是块橡胶，当时手里恰好有个导电的金球，打散了雷营，秒掉了艾尼路，确实有些剧情杀。橡胶可以让艾尼路无法元素化，那个金球的前端路飞的拳头正好是露出来的，艾尼路可太倒霉悲催了。不过艾尼路最后也算是收获了圆满结局，到达了心心念念的无限大地月球。总之在路飞打败的对手里，艾尼路的结局算最好的了，就是换个地方当神嘛，梦想还实现了，还有了自己的艾尼路军团，只是怨月球没有橡胶。怎么能不喜欢温柔的山治呢？作为草帽团里最温柔的男人，山治究竟温柔在哪儿？说到这个，反而要从山治的一些所谓的槽点说起。山治的厨师精神和骑士道是他断头流血都不会亵渎的东西，但有人会说，不管好人坏人，只要饿了，山治都会先给饭吃；不管好人坏人，只要是女人，山治都不会伤害她。山治这岂不是拖后腿？其实不是，首先草帽团本来就是互相添麻烦的一群人，这源自伙伴的理解和信任，说拖累就见外了。山治自己也是清楚这一点的，所以当时在乌索普自卑自己是个废物的时候，山治严肃地说，谁都有做到和做不到的时候，你做不到的由我来做，而我做不到的由你来做，但一定要相信你是可以救出罗宾的。这番话也鼓舞了乌索普，乌索普在最后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可以看到山治并非重色轻友，他对男人只是另一种的温柔。就像一开始害怕人类的乔巴，别人都叫他怪物，他自卑觉得自己是个异类。当乔巴第一次见到路飞奇怪能力后，问这是什么，山治温柔地说道，我们船长是个橡胶人，是个怪物。如今乔巴能没有心理负担地说出为了路飞自己甘愿去当真正的怪物这种话，乔巴是明白了，他不必为世人的眼色而活，因为这世上不缺有能欣赏他全部的人。还有对战小冯的时候说，你先把我们狙击手心爱的护目镜还回来。在水之都海啸要来的时候，他离队的乌索普不知道山治和乔巴在那儿故意演戏传达给他，也是很有趣。山治虽然对自己秉持的道义无计可施，但他甘愿拼掉自己的性命，不亵渎自己的道义的同时，求得两全之策。但重要的是，错的不是山治，而是那些利用他善良作恶的恶人。现实是我们不可能随便搭救一个人，他便是像克里克那样的恶魔。山治当时只想救人，把本性善良的山治只放在这种情境下并不公平，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罪恶，但更多的是苦难；有坏人，但更多的是好人。那些饥寒交迫的苦命人需要山治的帮助，那些被以多欺少、被以强凌弱的受害者需要山治的守护。当世上不如意的事情变多了，就觉得绝望中的一点温柔正义才弥足珍贵，这才是山治真正的道义。山治的招牌魅力就是骑士道了，他的骑士道并不只是对女生的爱慕之情，他给上衣被烧掉的娜美披上自己的西装，帮一个仆人挡住飞来的盘子，这些例子太多了。最重要的是，他面对朵莉尔姨娘依然以 Lady 相称，并为其挡下攻击，并气愤道，竟然向女士发射这种恶心的黑球，算什么男人？获得了朵莉尔姨娘的赞许。在慈古岛遇到雪崩的时候，山治拼命将娜美和路飞送到安全的地方，自己被卷了进去。后来看到平安无事的娜美，虽然山治自己受伤不能站立，但还是激动地爬了过去嘘寒问暖，变成了一只奇怪的爬行动物也在所不惜。
在山治心中，女士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伙伴他也自然心中有数，但自己始终是最后一位，这就是山治的自我牺牲。蛋糕岛上，山治想要赶走路飞，这种做法或许不如索隆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来得更气愤，但山治难道不也是想一个人默默扛下所有？索隆那种结果可遇不可求，蛋糕岛的时局比山治预想的更加复杂，真的万劫不复后，那并不是以命抵命就能解决的了。当时不让更多人牵扯进来，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自己去百般顺从。了解山治的难处，也就能看到山治良苦用心的温柔。蛋糕岛篇展现了山治温柔的另一面。以前山治经常犯花痴，露出星星眼，当之无愧的色厨子。但当他真的决定全心全意对待未婚妻不灵的时候，神奇的是，他再怎么去营救、去接触其他异性，都不会犯花痴了，就是真的变成了那种小心翼翼的绅士，被剪掉记忆后才恢复原状。所以说，山治是痴而不渣，平时的不正经是因为他还没有遇到一个双向奔赴的人。山治不仅是一个为女士而生的骑士，他对伙伴们的作用也是无可替代的。索隆凌晨4点睡，7点起的老值班人给人印象深刻，但凌晨5点最早起来的是敬业厨子，因为山治要给大家提前准备早餐，山治会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做出对的事儿，而且每次都是帅的一批。戏耍老沙拯救草帽团的 Mr. 王子，带着卡鲁亚军团从小冯手里救下微微的潇洒骑士，掩护娜美乌索普逃离安尼路方舟的借火狠人，从狼人加布拉手里救下娜美乌索普的代号猎人，提前关闭正义之门，扰乱海军追击的机灵智将，听到女士的呼唤，随叫随到的奇葩见闻，伙伴处于危难关头总会从天而降的烈焰火腿，等等等等。山治虽然一直以柔情著称，但他其实很硬，当然不是说血统觉醒后外表的硬。山治能一直坚持自己的道义，本就值得敬佩。他也会有仇必报，在长链岛分槽头那边的裁判老是耍诈，山治忍无可忍，故意把敌人往那边踢，恨不得压死那裁判，好像在说别跟老子躲，再远也能踢到你。弗兰奇抢走前还打了乌索普后，路飞几个去抄家，山治说我们来不是为了钱，你们打了人就别他妈做缩头乌龟。当然那会儿弗兰奇不在那里，后来在海上列车上终于遇到了弗兰奇，山治当着乌索普的面狠狠地踹了弗兰奇，说道你让我们家长鼻子吃了好大苦头。乌索普出面求情，这件事才到此为止。倪治趁山治不在欺负良家少女，山治后来说什么也得往他脸上还一脚。在茶话会上，山治救了文斯莫克家族，尽管如此，山治被道德绑架了吗？没有，他最后和家治该怎么了断依旧是怎么了断，一码归一码。或许山治不是索隆那种一眼就喜欢上的气质，但如果你想，你喜欢山治的理由可以有很多。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温柔这种东西可能是一瞬间的转瞬即逝，但只要注意到它，他就是最耀眼的那一个。索隆一路上为伙伴们操碎了心。索隆作为路飞的第一个伙伴，也见证了草帽团从无到有，从一艘小破船到如今豪华4皇团的历程。他虽然时常在船上懒洋洋的补觉，但平时他为了伙伴而去当大冤种的事儿也少不了。一开始2人一船去冒险，既然路飞、索隆是彼此认可的人，那就要包容对方，包括路飞被鸟给叼走了这种沙雕行为，索隆只好疯狂划船去追赶。不过索隆如果能找对地方，那也不至于迷路回不去双月村了。还好幸运机智的索隆中途遇到了巴基的手下，就这样被带到了橘子镇，在巴基手里救出了路飞和娜美。虽然腰子上被捅了一刀，但索隆还是坚持把路飞连人带笼子一起扛到了安全的地方。海贼的默契、忠诚、信任也让娜美感到不可思议。娜美先以合作的关系加入他们，后在希罗布村遇到了乌索普，在这2人面前，索隆可就倒了大霉了。先是娜美不小心踩到了他们几个自己铺设的滑油陷阱上，精明的娜美顺带把索隆也拉了下来。娜美倒是踩着索隆上去了，索隆就惨了，只能骂骂咧咧的自力更生。因为乌索普预判错了敌人的进攻路线，几个人只好先去另一边。之后在索隆和黑猫海贼团战斗的时候，1打2，乌索普想要后排支援索隆，结果索隆用后背挡住了乌索普射来的弹药，一瞬间的走神还被敌人给压制了。乌索普这才明白，原来索隆在保护他和娜美，不让敌人的仇恨被拉过去。之后海上餐厅山治加入，索隆身边多了一个日常拌嘴的人，当然也是一个可以默契配合的搭档。在阿龙乐园，重伤的索隆自己扛住阿龙，让山治去水里去救被困的路飞。山治不负众望，可索隆真的栓 Q 了，自己在前线顶到垂死就算了，还被来接班的路飞给甩飞了出去。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索隆一直想杀了路飞。进入伟大航路遇到了微微，答应保护微微回国的是娜美，可因为高利贷的胁迫，出力的却是索隆，因此索隆还砍到了鼻屎。后来乔巴加入，在相熟相知后，索隆把几乎所有的温柔都给了乔巴，激励乔巴也是为了让乔巴明白无悔自己的选择，信任伙伴。生活上战斗中，索隆也很关照乔巴，当然乔巴受到惊吓也会依赖索隆。其实索隆本就是弱小组的救命绿藻，除了娜美乔巴，乌索普也得仰仗索隆来保护。
在阿龙乐园的时候，声称自己是索隆的爱人；在司法岛突围的时候，乌索普对拿刀的海军抱怨，用刀的去那边找叫索隆的，别来找我啊！结果成效非常显著。那话说回来，阿拉巴斯坦之后，罗宾上船，早期索隆一直对罗宾保持着警惕，但不管司法岛之前还是之后，罗宾遇到危险，索隆都会挺身而出保护罗宾。还有娜美，索隆对船上的2位女生表现出了另一种绅士风度。之后弗兰奇上船，弗兰奇的年龄比索隆大不少，而且各种经验都很丰富，按理说不需要索隆操心。然而索隆的压力并没有因此减少一分，因为索隆被迫营业，配合了弗兰奇巨型大皇帝的沙雕合体。虽说伙伴们互相信任没有错，但当索隆得知这个居然是如此二逼还毛用没有的行为后，一下子也羞耻了起来，赶紧逃离了，强迫自己忘掉这件事儿。在遇到七武海熊的时候，索隆、山治都站了出来，做好了以命抵命的觉悟。不过还是索隆接下了这个活。一直以来索隆都是这样的性格，不管是最初他给山治去救路飞争取时间，还是后来去挡双四皇合体技，索隆坚定一个人能扛的事情，绝不会拉第二个人进来。在恐怖3维帆船期间，布鲁克一直跟草帽团一起行动，路飞当初答应布鲁克要帮他夺回影子，一起去冒险，索隆很好的完成了这个任务，打败了龙马，布鲁克的影子也物归原主。在布鲁克正式加入后，索隆还给他当了次保姆，抱着布鲁克上厕所。对布鲁克来说，索隆是他一生中屈指可数的存在。另外，索隆也是草帽团最忙的水下救生员，不仅要捞路飞，像布鲁克和乔巴时常忘记自己是能力者，所以捞尸大队的工作非常繁忙。印象最深的还是山治被飞鱼骑士团的网兜给拖下了水，路飞急切的想要下水救山治，索隆赶紧拦在路飞面前说道：“笨蛋，你别去啊，我去就行了。”但很快，索隆本就未痊愈的身体终究是扛不住了。黄猿虽然很演，但在表面的绝对实力之下，大伙也没了心气儿，只是拼了全力轮流接手转移索隆。也多亏有了熊，让草帽一伙有了2年后更好的自己。2年后，索隆身边倒是没有那么多鸡毛蒜皮的事儿了，主要是伙伴们的实力都提高了很多，变得可以独当一面。但在关键时刻，索隆还是会站出来。在冰火岛，草帽阵营在凯撒面前接连拉垮，太不正经也太懈怠了。索隆站出来严肃地激励路飞，认真一点啊，路飞，新世界才刚刚开始。清醒的索隆想要燃起路飞乃至伙伴们的斗志和战意。随着伙伴们越来越强，索隆对他们的操心也变成了另一种风格吧。比如在德岛，大家身上的任务虽然不同，分散行动，但索隆有多关心路飞呢？他居然抽空守在屏幕前，给在竞技场激斗的路飞加油声援。另外还抱怨道，有这种比赛居然不叫上我，刀都蠢蠢欲动了。这一路上老实人索隆，在初期万事开头难的处境下，索隆可以站出来任劳任怨；在中期草帽一伙面临强敌的时候，索隆可以站出来扛下一切；在后期伙伴们都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索隆也会给大家鼓舞加油，不要懈怠。尽管如此，索隆非但不需要什么嘉奖，草帽一伙在首长岛完成冒险后，一伙人还把索隆给忘在岛上忘记带走了，可见是什么样的存在感。其他人可能觉得他又在甲板某处打瞌睡呢。除了2年重聚时第一个到达香波地群岛这件事儿，他可以吹一辈子，其他的事儿他从来不拿来炫耀。这就是草帽海贼团副船长的觉悟，这就是索隆了。索隆总是会玩出点不一样的东西。索隆除了经常在迷路这方面迷出新境界，技能上更是经常给大家整个活。在1027话中，索隆打断了镜面具上的一段脚，被愤怒的镜一套怼天怼地怼空气，镜试图让索隆直接坠落鬼岛。当然镜的面具被索隆的吉虎兽进一步破坏，露出一点像纹身或者烙印的图案。而索隆在坠落的过程中又喊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招式名，2刀流空离枪，利用甩出来的剑气风压把自己重新弹上去，而且好像还能蹬着这个气流往上走，表现的和乐步差不多。但索隆这个持续时间应该比较短，不过也能明显增强索隆的空战能力。在这方面，相比于路飞可以靠果实能力，山治可以靠乐步和战斗服，索隆展示的自主高空助飞手段不多，这跟索隆主要打陆战的定位有关。2年前山治会把索隆一脚踢上去，2年后在德岛，索隆就不止一次在意飞空这个问题。后面靠奥隆布斯助飞完成高空操作，索隆一直没有展示自己有乐步的迹象。以索隆的能力学个乐步当然不难，连动画组都看不下去了，在原创剧情中让索隆跟山治一样用出了蹬空气上天的操作。而此次对战会飞的劲，有飞空能力当然更好。索隆露了一手操作，表明了自己其实有办法可以高空行走，而且不同于靠果实能力和体术的那些人，自己靠剑气。这逼格，这操作，这明显不是不会上天，而是不飞则已，一飞必须要比别人骚。当然，即使索隆会飞了，站得高看得远，能感受到天高地厚，但依旧分不清东西南北。索隆喜欢搞特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司法岛，索隆第一次用出鬼泣9刀流，意境上也就是3个会迷路的索隆粘到一起了。虽然劲儿往一处使，但走路的话，估计他仨要吵起来。之后鬼泣这种神秘的力量就跟索隆形影不离了，
索隆面对雪女莫奈，还有在和之国几个人在索隆面前出老千，索隆都对其用出了一招一头驴太性感。虽然刀没有触碰到敌人，但那种恐惧感和气魄直击敌人心魂，造成灵魂破碎的意境，让敌人晕厥。这种让人吓破胆的神秘力量的威压和霸王色霸气有些相似。后来索隆用出鬼泣九刀流砍伤凯多，凯多直接就疑惑索隆有没有霸王色这一点。一个四皇，这点分辨能力应该还是有的。索隆并非单纯的放出了流鹰，还有一种连凯多都不敢确信的神秘气魄，至少和霸王色有些相似。既然索隆目前是否认自己有霸王色，如果鬼泣这个实锤的话，那索隆就等于有了一个霸气体系之外的特殊气魄。即使索隆确实没有霸王色，用鬼泣给索隆打个补丁，这境界不说有多高，起码目前独一无二，气魄相似，但就是与众不同。乔一百在和之国的表现，乔巴在船上多从事储备粮、翻译官、船医诸如此类的后方工作，战斗一直不是乔巴擅长的，但也有怒锤 CP9 位曲、勇挡大妈的皇帝剑的亮眼表现。而到了和之国，乔巴终于可以用实力证明，论性价比最高的海贼，谁都得靠边，还得看乔哥。当路飞和基德两个憨憨一边较劲一边比谁更沙雕的时候，乔巴为草帽团先拔头筹，鬼使神差的活捉价值43亿8800万的四皇大妈一只，几十亿的四皇被100倍力的宠物活捉。这没头没尾的一句话，如果让口头禅这是个大新闻的摩尔港斯去报道，乔巴还不得直接荣升新四皇。乔巴一伙人喜提一个顶级打手，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利用大妈大闹监狱，果然不负众望，乔巴小玉他们带了一波好节奏。大妈暴锤在这里只手遮天，还敢护食的奎因10多亿在40多亿面前还是太嫩。在这里乔巴帮助包括路飞在内中了1灾弹的大伙解了毒，其业务能力被人夸赞。当然乔巴还是一如既往的一被夸就上天。乔巴作为医生，他死对头就是没有人道的生化狂魔一灾奎因，但是100倍力的乔巴在这个13亿2千万的大看板面前完全没有要怂的意思。后面奎因拿出了自己最得意之作冰鬼，尽管乔巴身体一部分因此成了冷鲜鹿肉，但这种时刻可以永远相信乔巴。被人当成狸猫，被海军定位成宠物，乔巴证明了把他当宠物就算了，但一定不能把他当狸猫。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研制出了能抵消冰鬼的解药，用大炮打了出去，用最短的时间救下了更多存活的人，也救了已经抱着必死之心的冰野。然后理直气壮的赏给奎因一个大嘴巴子，因为乔巴的操作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还让很多奎因的手下倒戈。在生化大战上，乔巴完胜。当然乔巴和奎因的对决还没有结束，有了强化版蓝波球的帮助，乔巴的怪物模式有30分钟，并爆摔了奎因。虽然作用微弱，但至少气势上没有输。重要的是乔巴赏金只有100倍力，却能让10几亿的大看板显得很没面子。随着山治扛着明刀绿藻十字刃来救场，乔巴也得以为索隆疗伤。另外因为30分钟的蓝波球，乔巴身上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但其副作用居然是一段时间内衰老的像个老头，这是什么奇怪的副作用？但不得不说，乔巴这一次的赏金如果不再翻1倍的话，都对不起他在和之国如此惊艳的战绩。海贼王中赏金被低估的那些卷王，悬赏金是一个人实力和危险程度的综合体现，不过有些人的赏金和他的能力并不是很匹配，他们本该有更合适的档次。首先红发在剧场版和主线里都展示了动不动就要秒人的习惯，再加上一招熟悉的神臂，堪称是在世罗杰。然而他的悬赏金是40亿4890万，在老四皇里面排名第4。红发再怎么低调，感觉也比白胡子能闹事儿，危险程度只高不低。当然也可能是红发属于世界政府的关系户，再加上当上四皇的年头比其他3位要少得多。要说红发实打实的悬赏金50亿级别和白胡子匹配应该没有问题。老沙悬赏金19亿6500万，这个赏金还算对得起老沙跟谁都能搓个沙包5-5开的实力，只不过比表面实力更值钱的是私底下的谋略。和之国之后，老沙本应该是4皇的，然而巴基的霸王色运气再次爆发，从1500万飞升到31亿8900万加冕4皇。不得不说，这本应该是老沙的待遇，毕竟他才是十字工会创始人和董事长。但看得出来老沙很稳，顺坡下驴让巴基当这个扛雷的 CEO， 比那些虚的更有价值。艾斯悬赏金5.5亿，罗杰血脉3色霸气加持，刚出海没多久就战平大河，战平甚平，和黑胡子斗得天昏地暗，顶上战争手脚估计都被捆麻了，也能和青雉拼技能5-5开，和赤犬对拳。说到这一串，最开心的应该是斯摩格了，因为艾斯当时说你是烟我是火，我俩不分胜负，当时有些果实相克的设定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话又说回来，艾斯的实力足以让世界政府发7-5海的 offer， 再加上是海贼王的血脉这一点威胁，2年前艾斯的赏金怎么着也得有个7-8亿才合适，如果艾斯现在还活着，10几亿也不是问题。萨博悬赏金6亿0200万，作为革命军的2把手，龙和熊一手栽培出来的萨博，在德岛可以和藤虎有来有回，藤虎没太用全力，萨博稍微有点费劲。
但世界会议篇，萨博再善藤虎外加绿牛双大将。这个时候萨博有了军队长们的帮助，完事儿藤虎头上缠了绷带，战斗看起来非常激烈。萨博在玛丽乔亚成功救出熊并全身而退。革命军本身就比较有特殊的一个组织，矛头直指世界政府，萨博应该有高于皇团皇父的价值和威胁，赏金10几亿也合适。此时斯摩格又笑了，因为在剧场版里他也能和萨博五五开。索隆悬赏金11亿1100万，确实低了点。其实草帽团一直以来都被各种压赏金，见怪不怪了。但是索隆在鬼岛砍伤凯多，单挑打败晋，含金量足够。CP0 是不是把散技给记漏了？何况索隆还是个卷王，立志卷掉35亿9千万的鹰眼。然而索隆的赏金并没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13亿9千万的晋还低不少。索隆这波至少也得15亿往上走吧。路飞悬赏金30亿，基德和罗各拿30亿先不说，不过基德和罗是联手打大妈。路飞这边呢，凯多是被超新星联盟、赤鞘武士、大河、鬼岛这些原因消耗了一波又一波，但大多时候都在和路飞一个人打。五老星也被尼卡果实的觉醒整得焦头烂额，威胁程度足够。路飞的赏金就算不高于黑胡子的39亿9600万，也得有个35亿往上吧。一碗水端平稍微有点迷惑。乔巴和贝波这俩难兄难弟，有些人虽然卷得辛苦，好歹赏金大幅上涨，他俩一直在卷，一直被当宠物。乔巴涨到1000了，500的贝波应该也涨了，估计也是千位数级别。如果巧了，兄弟俩一起到1000。在海贼王里，一根茄子是100倍利，乔巴加贝波能换这样的一箩筐茄子。总之，悬赏金这玩意儿比较有意思，有像巴基、乔巴、贝波这样的乌龙，也有红发路飞这样的小九九，很多隐形实力也不会计入赏金。不过如果赏金和能力差距有点大，那指定就是被低估了。海贼扯淡，在这片大海上混，不仅要有背景，最重要的还得讲礼貌。艾斯见红发，红发说想来问候我是吗？艾斯说不，我是路飞他哥。红发表示哦，开宴会喽。艾斯说嘿嘿，你人还怪好的嘞。基德见红发，基德说我来问候你。红发跳起来就一刀，我去你的神臂，什么档次，跟我一个发色断一样的胳膊。基德奄奄一息地说你这人好怪的嘞。海贼王里最牛逼的二人组是卡普战国吗？是卡普罗杰吗？是刀神剑圣吗？都不是，而是他俩，甚至连名字都不曾知道的刽子手。首任海贼王罗杰完完全全的一招秒杀，让其毫无还手之力。这两人可以吹一辈子。洛克斯没办到的我们做到了，卡普没办到的我们也做到了，因为我俩亲手终结了一个时代。很多年以后，海军王开启，绿牛被抓住了，草帽本部决定公开处决绿牛。消息传到棒球帽小子赤犬的耳朵里，海军为了救绿牛倾巢出动。而在处刑台上的3位大船长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他们分别是乐虎、特拉法尔加蒂瓦提尔罗、东鹏尤斯塔斯基德、红牛蒙奇蒂路飞。此时元气森林荒木已经不再元气，只能看着赤犬他们在下面拼命。就当赤犬千辛万苦救下绿牛后，一个分神被路飞抓住机会，一记火拳冲袭来，千钧一发之际，绿牛挡在了赤犬面前，绿牛被火拳冲击穿，赤犬也随之崩溃，失去了意识。战国按住了冲上去的卡普，卡普说战国你就这样按着我吧，不然我会忍不住上去给我孙子一个大大的拥抱。好一个天道轮回，这场大战史称顶下战争。这是面子果实，红发很少出手，因为面子基本可以平事儿，连大海都得给个面子。这是不许动果实，贝克曼玩枪，他却很少开过枪，因为他太依赖果实能力了。这是爷爷果实，卡普打谁都像打孙子。这是启明果实，七步成首诗，转身不认路，帅吗？帅就对了，全是方向感换的。这是靠船果实，对面俩老头一个老太太，我一只手捏他们3个，兄弟们把船给我靠上去。杰克10亿赏金，一对象牙就值9.9999999亿倍利。破案了，原来旱灾杰克的真实赏金是100倍利。以前都说杰克的赏金水，看来是错怪他了，原来他也是拿着100倍利打着几十亿的架。海贼王之你以为我是谁 CP9 六世玩的花里胡哨，最后人均跪于铁块。除了 CP9 还有像这种整整齐齐的操作，那就是大佬们总喜欢说一句你当我是谁，爆棚的自信心和压迫感溢于言表。但事实证明，这句话的威力不弱于铁块。这句话在靠船王杰克这里发扬光大。其实从魄力这方面来说，为了救一个人，敢直接对抗海军老元帅、海军大参谋、海军大将，某种程度上来说，杰克的魄力堪比白胡子。但杰克牛批就牛批在，白胡子也不是上来就横冲直撞，还需要用些谋略。杰克直接一句你以为我是谁，把船靠过去，一艘船就敢劫海军高层率领的押运船队。杰克勇气可嘉，但藤虎战国鹤并没有给杰克机会。你以为我是谁这句话不止杰克说过，在沙漠老沙差点把路飞搞死，于是有些轻敌的老沙对路飞轻蔑地说了句结果之后老沙开始节节败退，直到最后决战的时候，老沙又说了一次你以为我是谁，最终老沙被路飞乱拳打懵。老沙当时可能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不过老沙好像是唯一一个说了2次这句话才出糗的人，这难道就是除了主角跟谁都五五开的五五开色霸气的特权吗？大妈的第4子夏洛特·欧文，可能之前是看了顶上战争的直播，白胡子单臂将外轮船阻停，欧文觉得这不是有手就行吗？
准备双臂挡住被击的船，结果这船好像一点停顿的意思都没有。看来白胡子不是这么好模仿的。耍横王奎因，奎因明明知道那是四皇大妈，但奎因和杰克一样，有着莫名的自信。奎因在大妈面前耍横，还对大妈说：“你以为我是谁啊？”不出意外，被大妈揍了一顿。好巧不巧的是，奎因一个从天而降的头锤，刚好把大妈的失忆给治好了。奎因的名字从大妈嘴里脱口而出。好了，这回大妈真知道你是谁了。马上要被拿捏的奎因当场吓尿。幸运的是，大妈在饥饿状态下奔波累了，睡过去了。后来奎因又在乔巴面前说了这句话，还叫他狸猫，结果被乔巴赏了一大嘴巴子。你当我是谁这句话早已成为百兽海贼团的企业文化了。当时路飞、罗打败了明哥，凯多喝闷酒喝上头了。小弟提醒凯多不要小看这个路飞，凯多非常愤懑地喊了一句，并将两个小弟打飞。这句话果然是谁说谁完蛋。现在凯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快要撑不住了。还有莫利亚被熊怀疑搞不定路飞的时候，觉得受到了侮辱的莫利亚直接就薅住了熊的衣领，吼道：“你当我谁呀？”莫利亚之后就成了也许是最没有面子的七武海，不仅败给了路飞，榨干剩余价之后还险些被世界政府做掉。山贼王西格老大曾经在红发面前也说出过相似的话，威胁红发：“哎，你混哪里的？你知道我是谁吗？”不仅如此，还造就了红发最没面子的名场面。所以西格不仅说了“你以为我是谁”，还不给红发面子，后果非常严重。现场惨不忍睹，眼看4级完结海贼王，结果被近海之王一口完结了山贼王。2年前没输过，2年后连跪王，号称2年前谁都打不过，2年后谁都打不过。斯摩格仿佛就坐了一节过山车，上去的快，下来的也快，然后至今还没上来。作为早期罗格镇的海军扛把子，第一个登场的自然系，加上斯摩格有一把顶端装有海楼石的石手，对中小海贼有着很强的统治力。在罗格镇巴基亚尔利塔一伙，这些搞事情的被斯摩格轻松抓住。3000万悬赏的路飞在其面前丝毫没有反抗能力，要不是龙，路飞就得坐着军舰进伟大航路了。从罗格镇追进伟大航路，再到阿拉巴斯坦，斯摩格简直就是路飞早期的噩梦，而且每次路飞都是毫无还手之力。期间，斯摩格曾经跟保护路飞的艾斯短暂交手过。艾斯2年前5.5亿赏金，刚出道能打到圣平先倒地，后来也能跟青雉过招，已经是很强的了。烟雾果实的斯摩格至少短时间内可以与之5-5开。反正斯摩格小海贼说抓就抓，几亿的海贼也能跟他打打。当时斯摩格还是上校军衔。阿拉巴斯坦事件后，斯摩格被迫晋升为准将。草帽一伙打完司法岛后，斯摩格当时正在抓一个5000万的海贼，看到这则消息，决心之后要继续抓捕路飞。到了顶上战争，斯摩格的实力也比之前更强了，表现不说是太亮眼，也是稳定发挥吧。当时路飞已经3亿悬赏了，但不能熟练掌握霸气，即使2档状态也根本摸不到斯摩格，反而被斯摩格一棍摁在地上。斯摩格的自然系和石手2年前真是能克死路飞。接着被生气的女帝一脚踢开，3色霸气的女帝才不虚斯摩格这一套。斯摩格的石手只有前端才有海楼石，所以还没有那么 bug， 很快就被女帝给踢断了。虽然这场交锋斯摩格处于劣势，但2年前斯摩格打过的架根本没输过，最多也就是这样被压制。可2年过后，每次都被斯摩格给秒的路飞已经完成了蜕变，而斯摩格就给人一种好像停滞不前的感觉。要说那时候的维尔哥和罗真就完全比艾斯女帝强吗？也不至于。斯摩格在新世界直接来了一个新凉的连跪之旅。第一跪拼果实能力玩不过罗，达斯奇斯摩格被罗双杀，还被罗的恶趣味给玩弄了。要说罗的果实能力 bug， 斯摩格也有海楼石啊，斯摩格是一下也没捅到罗，只能说这个时候斯摩格和罗的综合实力就已经差一截了。然后第二跪被凯撒活捉，这个不丢人，因为斯摩格被换了身体，而且大家都没反应过来，一起蹲监狱。第3跪拼体术霸气打不过维尔哥，这场战斗的前半段斯摩格是实打实的被揍趴下了。论力量斯摩格被 KO， 论防御维尔哥硬到斯摩格几乎打不动，而且后面石手又给人打断了。但一定有必要说，斯摩格知道自己没有胜算，后半段宁愿单方面挨揍，也要借烟雾掩护帮罗偷回心脏。斯摩格在情义和大局观这方面从没让人失望过。后来第4跪遇到了正在气头上的明哥，既然维尔哥和罗斯摩格打不过，那没有意外，明哥打斯摩格也没有压力。斯摩格被明哥秒，其实也是因为去保护自己的小弟分了神。后面要不是青雉来救场，斯摩格就凉了。罗要强于维尔哥，明哥比那个时候的罗还要强很多，青雉又比明哥强更多。这几个人在这儿玩套娃，然而斯摩格却最惨，沦为烘托这哥4个的经验包。主线剧情中，斯摩格连战连跪，不过狂热行动中，动画组还是给斯摩格找回了一些面子。斯摩格跟萨博可以纠缠到5-5开，但其实萨博这种在名师辅导下练体术霸气出身的，
霸气比瓦尔戈只强不弱。萨博真要动真格的打起来，斯摩格打萨博更没戏。只能说斯摩格在战力方面很可惜，2年后暂时并没有发挥出惊艳的实力。但斯摩格的人格魅力其实已经盖过了他这个战绩的问题。战绩拉垮承认，但他所贯彻的正义是被大众所认可的。海贼王中很多角色的成功也不是靠的战斗力，而且斯摩格追不上路飞，其实也并非完全是实力问题，而是斯摩格可以明辨是非善恶对错，还有情有义。冰火岛反而是烟鬼很圈粉的地方，而且受人恩惠，斯摩格死也会还上这个人情。所以斯摩格非但没有被放弃，未来的海军也一定是需要像藤虎、斯摩格等等这种既有血性原则，也能明辨是非，为了正义还有些小叛逆的海军。那些年乌索普为伙伴们发明过的东西，提到乌索普当然不止什么萝莉杀手、专治花里胡哨的 bug 终结者，他还是草帽团的哆啦 A 梦。哆啦 A 梦是永远不知道他会从次元兜里掏出来什么宝贝，而乌索普是永远不知道他炮弹里会蹦出来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他兜里会掏出来什么让人抓狂的玩意儿。因此梅利号和万里阳光号上还专门有一个乌索普工厂，乌索普平时就在里面搞一些什么花里胡哨的小发明。首先就是给好姐妹娜美做的天后棒，这个本来其实就是个宴会用的道具，乌索普后来利用空岛贝改进成完全版天后棒。到了2年修炼，娜美又利用小空岛维莎利亚的气象科学又改进成魔法天后棒，让天后棒变得招式繁多，功能齐全。所以乌索普被娜美暴揍一顿的次数要远远少于3大主力，毕竟好闺蜜好姐妹嘛。当然这是在不动娜美小金库的前提下。不仅如此，乌索普还能享受到闺蜜该有的特权。在索乌岛，乌索普运用在波音列岛所习得的一种叫 Pop Green 的特殊植物，加上弗兰奇工业设计方面的协助，组合娜美给的维莎利亚的装置，完成了全新的魔法天后棒，可以随心所欲的伸长缩短，更加智能化。除此之外，乌索普和弗兰奇这2个工科男还会理所当然的技术共享，比如乌索普发明的喷射式皮揣子，可以装进弗兰奇的身体弹仓里，就是吸力还有待改进，主要是黄金城表面的黄金涂料太呲溜滑了。除了这个，还有套在手脚上可以自由活动的章鱼鞋，也是一种攀爬道具。在海上列车营救罗宾的时候，乌索普悄咪咪的从火车外面爬上来，属实是把罗宾给吓得有点懵逼了。乌索普进到火车里之后，很快被发现有动静。当保镖进来查房查水表的时候，最搞的是乌索普和罗宾来了一个迷之结合。虽然看起来没什么不对，但这诡异的氛围着实是把人家给看傻了。哦，看那糟糕的姿势，乌索普果然是娜美罗宾的好闺蜜。说乌索普是罗宾的好闺蜜一点不为过。罗宾文艺女神，平时喜欢养花，乌索普就给罗宾发明了一个僵尸浇花器，有着灰不溜秋的外形，浇花时还会发出诡异的声音。但是罗宾嘛，腹黑加迷失审美，就觉得这个浇花器非常卡哇伊，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非常喜欢。乌索普还真是把罗宾的喜好拿捏得死死的。在上空岛之前，为了找上空岛的方法，顺便捡点漏，要潜水下去搜一下沉船，乌索普设计了木桶潜水服，别看是木桶，里边还配有空气供给管和通话器，堪称智能。不知道是不是根据路飞的出海经历获得的什么灵感。在庞克哈萨德、山治、娜美、乔巴、弗兰奇被罗互换了身体，乌索普特地为4个人做了可以戴在头上的小头像，有助于辨别。有必要说一下，弗兰奇的乔巴让罗宾都受不了了，起了杀心的罗宾一脸嫌弃，恨不得立刻把乔巴给炖了。海贼王中10场炸裂的四皇对决，要说最顶尖的战力对决，必然不能少了大将四皇们的参与。而四皇们虽然有先当上的后当上的，不过如果不考虑先后顺序的话，四皇们的交集还是挺源远流长的。10场里面有8场可以称之为早期四皇的打架记录。第一场，巴基和红发在船上的一次决斗，堪称是四皇早期的巅峰单挑。当时2位未来四皇因为争辩南极冷还是北极冷，红发说南极，巴基说北极，然后2人一言不合就掐起来了。2位四皇实力不分伯仲，打得难解难分。好家伙，这场面这架势，不得给天空干开裂了。最后雷利也是怕2位四皇的霸王色太过爆裂，于是出面一拳一个，及时调停了这场差点改变世界的四皇对决。第二场，巴基和黑胡子。黑胡子一开始进白胡子海贼团的时候，牙齿还是完好的。然而在罗杰团和白团的遭遇战上，巴基和黑胡子再加上旁边的红发，3个四皇打成一片。在一片混战中，巴基一脚踹在了黑胡子的脸上，从此黑胡子再张嘴就少牙了。这很难否认巴基当年那一脚的含金量。看来巴基现在当四皇实至名归。第三场，红发和黑胡子。关于3到8的渊源，红发在20岁时捡到乌塔的时候至少还没有上8，到27岁时捡尼卡果实的时候已经有了3到8，2人的交手就在这个期间。虽然当时的2位未来四皇的对决目前还没有更多细节，但是当时没有果实的黑胡子能伤到20多岁的红发，可见也不是白给的。现在黑胡子给人的感觉体术很弱的样子，但看到红发还在隐隐作痛的伤疤，黑胡子恐怕并不是体术霸气不强，只是被果实蒙蔽了双眼。第4场，路飞和巴基。当时巴基和路飞的战斗方式虽然很沙雕，但是谁又能想到当年的村口的一场斗殴竟是未来四皇大战的预演。第5场，黑胡子和路飞。现如今的2位四皇早早的在推进城里相遇过，
先开战局的路飞倒是一拳将黑胡子打懵了，等黑胡子缓过劲儿来，用暗暗果实制住了路飞。虽然黑胡子受伤了，但路飞也被砸得不轻，双方都赶时间。在盛平的拉架下，草草结束了两位未来四皇的战斗。第6场白胡子和黑胡子，这里就算是一个在位四皇和一个未来四皇的攻防战了。虽然推进城走一趟的黑胡子迅速壮大，但当时的黑胡子也难称已经到了四皇水平，顶多就是个捡漏王。黑胡子上来就想跟白胡子比划比划，白胡子则表示你被吊打，让白胡子暴揍一顿，摁在地上疯狂叫爹。黑胡子毕竟是个纯正的海贼，玩不起就一起上。最后黑胡子还是达成了自己的目的，抢夺了真正果实，后来更是平步青云，成为了四皇。第7场大妈和路飞，蛋糕岛之后路飞就晋升5皇了，不过中间还是经历了见闻色升级和4档蛇人的进化，所以在更早的茶话会上，当时的路飞和大妈浅浅的交手了一下，大妈只是防御，都没认真反击，就把弹力人路飞给崩漏气了，甚至还翻白眼了。要说同样是打弹力人路飞的含金量，这一波可比凯老师的一棒把路飞敲漏气了还要显得轻描淡写，可见在位四皇和四皇挑战者当时的差距。第8场凯多和路飞，路飞的四皇该说不说，必然是凯老师棍棒之下出高徒教出来的。在路飞学会霸禅和凯多霸王色开天后，路飞就已经一只脚迈入四皇门槛了。但是凯老师还是不知足，凯多表示在我的课上果实没觉醒不准走。到最后凯老师看路飞有无比坚韧的成王之心，干脆连罗杰的制胜秘诀都告诉爱徒了。有了凯老师指点迷津，战后的路飞也剃掉了凯老师，成为了四皇。第9场红发和白胡子，这个算是全篇第1场正儿八经的在位四皇之间的针锋相对了。众所周知，面子果实也有局限性，因为他在白胡子船上就不好使。先是马尔科把红发的邀请给拒了，和之国后又拒了一次。马尔科不愧是面子果实免疫者，然后白胡子也没怎么给红发面子，除了勉为其难的夸了一下西海的酒，然后就是一言不合就跟红发霸气开天了。这是面子果实最狼狈的一次。当然面子果实的诅咒确实也不是开玩笑的，后来整个白胡子海贼团崩得有多惨也是不用多说。第10场大妈和凯多，海贼王里面大佬见面都有一个迷惑行为，见面一言不合就开打，然后翻脸比翻书还快，打尽兴了就直接把酒言欢。不过两位同时在位的四皇打架还是很罕见的，而凯多大妈这一次也是出现了标志性的大佬对决炸裂开天的场面。虽然四皇一届只能有4个，但随着替代更迭，越到后面越觉得当初不起眼的斗殴会不会就是四皇大战的预演，因为离谱到难说下一个上位四皇的会是谁。海贼王里几个特殊的恶魔果实，首先最让人意外的，根据情报实锤，凯多居然是鱼鱼果实幻兽种，很有可能是鲤鱼王终极进化形态暴鲤龙形态。而鱼鱼果实是在洛克斯海贼团解散那天大妈送给凯多的，小弟们一堆五花八门的龙，老大本质上居然是条鱼，真是让人目瞪口呆。而且凯多变身后的形态明显是龙形态，很有迷惑性，所以之前关于凯多龙果实什么的猜测，原来从起点就是偏离的。他不是尾田老贼原本的设定被猜到了，连夜改稿。但是仔细想想并非如此，毕竟凯多一早就被标上了海陆空最强生物的标签，原来早就为此做了铺垫。曾经鱼鱼果实属实是被当成一个梗来说的，能力是变成一条鱼，或者在海里操控鱼类，但是不能下水，这还不如不吃呢。结果鱼鱼果实这玩意儿还真有，只不过凯多这鱼鱼果实的出现，这个梗就不能这么玩了。卡2的诺诺果实，这个果实特殊在本质上是超人系，不过它却拥有自然系一大特点，能够元素化，也就是普通的物理攻击对它无效，就算用霸气，卡2的见闻色也是顶级，可以提前元素化，所以被归为特殊超人系。而这颗很全面的果实到了会3色霸气的卡2身上，简直就是锦上添花，花天锦上，以至于路飞觉醒了4档蛇人形态，和卡2对锤，卡2依旧不落下风。黑胡子的暗暗果实，这颗果实正好和卡2的诺诺果实相反，暗暗果实本身是自然系，但却不能像其他自然系一样元素化，而且受到的伤害还是翻倍的，因此黑胡子但凡被击中都会疼得在地上嗷嗷叫。暗暗果实虽然缺点有点多，但能力也有点 bug。 暗水可以吞噬能力者的果实能力攻击，暗穴道能让附近大范围的物体下沉，吞噬和黑暗接触的东西，还能再次把吞进去的东西吐出来。黑胡子也可以隔空吸取能力者，比如用暗水吸艾斯，在接触到能力者时，对方的果实能力就会失效，所以能在暗水释放之后一拳打在了艾斯的身体上。而且黑胡子能夺取别人的果实能力，不仅跟他的身体构造有关系，或许也和暗暗果实有些关系。麦哲伦的毒果实归类是超人系果实，麦哲伦会把毒覆盖全身，表面上看是和自然系元素化一样的状态，不过它仅仅是覆盖身体表面，算是一种威慑和防护，身体并不能元素化。因为浑身是毒，路飞一开始只能躲，所以在路飞获得了3哥的防护套装之后，便可以一拳透过毒层打中麦哲伦，疼的麦哲伦得蹲地上缓缓。战国和乔巴的人果实虽同为人果实，但动物系会下分各种各样的形态，战国是幻兽种大佛形态，乔巴是普通种人形态，就好比他俩是一个年级的，但不是一个班的。
是一个公司的，但不是一个部门的。这俩人人果实，一个海军老元帅，一个悬赏金100。哦不，乔巴现在那是挂着100的赏金，打着100多亿的价，这牌面绝对是一点都没输。草帽团朝南布鲁克的那些经典装扮，以布鲁克的身体条件，其实他穿不穿衣服都无所谓，即便他穿得很露骨也没事儿。但布鲁克恰恰穿的还越来越时髦了。初登场的布鲁克穿着一身稍显破旧的礼服，一开口就知道是老绅士了。布鲁克加入草帽团较晚，所以2年前的这段时间，主线剧情里就这一套衣服。2年期间，布鲁克成了名扬四海的音乐家，别人都在各地修炼，只有布鲁克在各地开巡回演唱会。长手族的人给他们的摇钱树打扮了一下，大皇冠、小墨镜，上身礼服、毛领，下身大花裤子、尖头皮鞋，是很风骚的穿搭了。这算是布鲁克2年后最经典的穿搭。穿了很久，直到庞克哈萨德最后和去德岛的途中，布鲁克换了一件蓝色长款冬装。又瘦又高的布鲁克穿这种长款衣服还是更好看一些的。作为德雷斯罗萨首传组的一员，休整期间，布鲁克换了身酒红色长款大衣，一条带条纹的黄裤子，还有那总少不了的绅士领巾。2年后的布鲁克更喜欢穿颜色很鲜艳、风格很骚气的衣服，中途还被乔拉的艺术果实给变抽象了。去佐乌期间，布鲁克穿了身粉红印花衬衫，还有红黄条纹的裤子。作为毛皮族的恩人，也是被赠予了一件外套，只不过布鲁克这个看起来很破。后来知道这都是被犬蓝那边的狗类毛皮族给咬的，毕竟布鲁克太招狗类毛皮族的喜爱了。下象时，布鲁克终于换了身款式一样的黑色新外套，又戴上了他的礼帽，时尚又不失绅士，趴地上就要看雷九的胖次。到了万国，布鲁克从花里胡哨也换上了当地的特色穿搭，对战大妈的时候，这一身的战损版布鲁克也是非常帅气的。虽然布鲁克顶撞大妈，不过大妈还是很喜欢布鲁克这种奇珍异兽的，并且把他的外套给脱了。原来布鲁克也是穿内衣的，而且款式依旧很骚气。然后大妈就把布鲁克包成了一个晴天娃娃，一起睡了。之后一伙人重整旗鼓，沐浴更衣后，布鲁克换了一身比较低调的穿搭，在茶话会上冒充路飞，趁机敲碎了修女的照片。在去和之国的途中，布鲁克换了2套衣服，一套是紫色衬衫黑裤子，一套是白色花式门襟衬衫酒红色裤子。不过随后警卫们给大家变了装，一身惨白，好像还被人射了几箭就算了，头顶上还套了个裤衩子，绅士到极致就是本色。一伙人准备进攻鬼岛前，路飞乔巴布鲁克换上了武士装扮，然后被罗宾夸赞很可爱，说非常像3只虫子。之后布鲁克换了身黑白无常长款外套，再加上警卫们又给变了个披风和避雷针出来。布鲁克问罗宾这回怎么样，罗宾说一般吧，这次是连吐槽都懒得吐槽了。黑白无常一直穿到鬼岛大战结束，中间的那一波冰上滑步搞得非常帅。开宴会的时候，布鲁克换了身正常的和服，在人群中奏乐。去弹尖岛的途中，布鲁克变回了平时的穿搭风格，先是一件短袖 T 恤，穿回了花裤子。天气变冷后，换了一件连帽冬装，结果一伙人掉海里去了，还是索隆拽着布鲁克的头发把他捞上来的。到达之后，布鲁克穿了一件满是斑点印花的上衣，然后和索隆一起换上了未来岛的装扮。布鲁克一头优秀的爆炸头上还戴了个大头盔。布鲁克一进来就感叹这里太酷了，充斥着未来的元素。可不是嘛，如果说愚人岛是山治的天堂，那这里就是布鲁克的天堂，毕竟这里流行下半身只穿裤衩子。在剧场版里，布鲁克的穿搭更加哇塞，可以说每一件都在意料之外。强者世界里绑了个头带，戴着手环，非常的嬉皮士。再整根小烟一抽，衣服上印有喜卡巴内尸体的字样。Z 里面把爆炸头染成了粉红色，和弗兰奇搞了个情侣发型发色，戴了一顶猫造型的帽子，一身的休闲穿搭。黄金城里一开始的风格还挺帅的，先是一身休闲装，还戴了鹿角，然后是很气质的晚礼服，但是后来就越来越离谱。在换装游戏的时候，换了条很夸张的裙子。执行任务乔装打扮的过程中，布鲁克先是扮成了个小丑，然后一伙人打劫了天龙人的衣服。看到布鲁克的这套穿搭后，我直接痴呆了，不忍直视，简直是绝了。狂热行动里，先是把头发染成了3种颜色，粉红色裤子，蓝色条纹 T 恤，上面印有夏天的尸体字样。之后换回了绅士风格的装扮，但总感觉布鲁克有一种老管家的气质。热在剧场版里的布鲁克，开局卫衣短裤的穿搭非常时尚年轻，头发染成了黄色，戴着一顶心形图案的帽子，外面还套着卫衣帽。他的头发两边还留出来2团爆炸丸子头，衣服上有9的字样，布鲁克的代表数字，也代表草帽团的第9位成员。后来的战斗服和大家的风格一样，只不过依然是发型足够扎眼。虽然布鲁克90岁了，但打扮上还从没有输过年轻人。在这方面，布鲁克胆子大得很，毕竟没有什么是他不敢穿的。海贼王里的那些大孝子，说起海贼王里的大孝子们，一马当先的那必定是斯库亚德和黑胡子。斯库亚德在战国的传销策略下和赤犬的传销口才的洗脑下，成功被策反，来了一招轰动马林凡多的孝子剑。这会儿呢，巴基刚开始直播还没多久，斯库亚德的这波让白胡子笑口常开的骚操作，直接就把网红巴基的热搜给顶下去了。虽然后面斯库亚德迷途知返，不过来来回回属实是把白胡子笑得不轻。最搞笑的堪称是黑胡子的孝子枪，没挨揍的时候贼哈贼哈的跟白胡子你拍1我拍1的比划比划，
从云切挨到他身上的时候，那就开始吓得嗷嗷叫爹了。一是白胡子身体不行了，二是黑胡子就是本着咱看谁能笑到最后的信念，咣一下给白胡子来了一枪。黑胡子就是单挑打不过就出老千儿，老千儿阴不过就团战，团战打不过就先开溜，堪称史上最合格的孝子。除了孝子剑、孝子枪，还有路飞的孝孙拳。要说卡普也是懵逼了，儿子革命军，孙子大海贼。此刻卡普面前正是一个孝孙，气势汹汹的来救另一个孝孙。路飞一记孝孙拳，不仅是打翻了自己的爷爷，还干翻了海军英雄。战国在那儿，属实都看傻了。同样还有老蔡的孝孙腿。当一个像老蔡这样的单纯爷们儿遇到一个像 Baby Five 这样的单纯姑娘，是时候展示爱的力量了。这时候爷爷青椒来棒打鸳鸯，老蔡能同意吗？然后老蔡就一脚干歪了青椒刚复原没多久的尖锥脑袋。看来这就是应验了那一句话，你把老子的头都笑歪了。除了这些孝子孝孙，还有孝女大河。大河的孝女棒可谓是把孝提升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作为四皇凯多的女儿，明知玉田把凯多砍出来了长达20年的心理阴影，大河在读完玉田的航海日之后，这比进了传销窝还猛，不仅是把玉田当作终身爱豆，还梦想成为玉田，因此连性别都不在乎了。当然凯多与大河这对父女嘛，也是实实在在的父慈女孝，就因为这件事，大河就没少挨了揍。凯多还给大河装上了爆炸手铐，并把他关起来。本以为毕竟是凯多女儿嘛，爆炸手环估计也就是吓吓大河。没想到当路飞帮大河拆掉手环的时候，手环真的就炸了，气得大河直接骂凯多是牛头大猩猩，原地解除了父女关系，联手路飞一起对抗四皇联盟。在面对凯多被袭击的时候，大河直接就甩了一句：我已经不是你们这边的了。看来大河不光是想笑到最后，还想笑死凯多呀。遥想当年路飞收纳美罗宾，那都是击败敌人后才真正抱得美人归的，这直接上手白嫖了一个四皇女儿。路飞的境界是越来越高了。纵观这届海贼孝子，别管是最强男人还是最强生物，亦或是海军英雄和海贼首领，身边总有几个大孝子。用战国的话说就是这爹不好当吧。萝莉的营救计划，相亲相爱的巴洛克社在阿拉巴斯坦，老沙被路飞一伙直接就打回了解放前，然后连同身边的几个高级干部一同蹲进了海军的拘留所。当然老沙这帮黑社会固然是道上混的人，但是在老沙等人被捕后的日子里，他手下这群人却展示了让人目瞪口呆的团结和情谊。地点来到小花园，当时早已被草帽一伙击败的黄金周、情人节和老五三人一直躲在三哥的一处不动产中。黄金周向宋报欧白嫖了一份报纸，三人在看到报纸上的内容后大吃一惊，他们看到自己的老大和一些伙伴被抓，另外刊印在报纸上面的伙伴们，黄金周他们也大多是第一次见到其真容。不过看着老五吃着糊不拉几的肉和情人节的打扮，这俩人眼看马上就要过上原始人的生活了。黄金周呢就收拾衣物准备去监狱救回伙伴，老五和情人节被黄金周的操作给吓懵逼了，稳住别浪呀。黄金周用颜色陷阱朋友之黄绿俘获了一只翼龙，当然黄金周这并不是果实能力，而是运用特殊颜料形成的心理暗示效果。于是三人打了个免费的飞的启程了。此时他们遇到了巨人东丽，吓得老五是虎躯一震。三人离开后，东丽和布洛基又开始了一如既往相爱相杀的斗殴运动。在途中很不巧的遇到了暴风雨，眼看翼龙身上的涂鸦就要被冲洗掉了，懵逼状态的翼龙心想，我他妈是谁？我这是在哪儿？情人节试图用雨伞遮雨，无奈风太大，挣扎了一段时间后，三人被翼龙甩在了一座度假岛上。正所谓海贼王里从高处掉下来一般不会死，但从楼梯上会。到了岛上，老五和情人节依旧保持稳住别浪的意识，但黄金周上来就张嘴问小贩要了3个冰淇淋。此时海军美女缇娜一身性感便装，和一众海军官兵忙里偷闲，在这座岛上度假。黄金周三人呢，看到了被张贴出来的小冯的悬赏令，原来小冯已经跑出来了。不过作为模仿果实能力的小冯，都能由内而外的全方位模仿娜美，越个狱并不是什么难事儿。三人随后乔装打扮，这不去时装周拿个冠军，那都是埋没了人才。但是由于这3个人打扮的过于骚气，再加上星期五和老13这俩货他卖队友，缇娜一眼就把他们识破了。美女的面容，猛男的脾气，缇娜二话不说上去就叮当五四，用果实能力锁住了情人节。老五和黄金周呢，吓得脚底下抹了油，还好老五放了鼻屎飞弹，趁机和黄金周逃走了。情人节悲惨的被缇娜捆绑在了柱子上，缇娜也披上了正义大衣来活了。海军也张贴了告示，这3个人黄昏之前来自首，人不到撕票。老五和黄金周那是满脸冒汗，如同过街老鼠。另一边准备逃走的三哥也是绝了，衣服上有3，头上有3，船上也有3，无异于在脸上明目张胆的写着，老子就是你们要抓的人，快来搞我。正当三哥准备溜之大吉的时候，岸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哦吼，正是逃出来的小冯啊。看到三哥要跑，老大都被抓了，你居然想溜了，上手就要干他。Help me！
情人节被绑在10几米高的架子上，老五和黄金周远远的默默的感叹了一句“我靠”。这时候三哥突然出现，还挂着自首的标签。一向警惕的缇娜不禁怀疑这是在搞什么飞机。果不其然，小冯用模仿能力伪装了三哥，打入敌营内部，一顿拳打脚踢，让海军措手不及。小冯又遇到了老对手缇娜，当时还是上校的缇娜，霸气的大衣一甩，跟小冯来了一场各种高难度姿势的打斗。不过有着能力优势的缇娜让小冯打得力不从心。还好老五和黄金周趁乱将情人节救了出来。黄金周呢，随后用背叛之黑俘获了一群海军和一艘海军船，离开了度假岛。小冯好像永远都是那么有情有义，但最悲催的那个人。到了海军拘留所，这里的规模和深海大监狱差很多，而黄金周再次用朋友之黄绿轻松俘获一名海军。三人装作被抓捕的样子，成功潜入。要说这老沙，他走到哪儿也是老沙。老沙和一哥还有老四3个人，手上靠着海捞石呢，把一帮狱友给揍个半死，换个地方当扛把子。另一边，情人节和黄金周成功来到女子监狱，见到了久违的圣诞节阿姨和第一次见面的双手指姐姐。随后，双手指姐姐撬来了钥匙，巴洛克工作室大家齐聚一堂。黄金周有些懵逼的看着这些素未谋面的大哥哥们，傲娇的老沙看着来营救自己的部下，竟有些无语。说是越狱，其实就是粗暴的把人屋顶直接给掀了。但是傲娇老沙以心情不爽为由拒绝逃走，一哥也选择继续留在老大身边。黄金周等人在离开之前画出梦幻七彩虹，来了次私人定制，可以将每个人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黄金周不出所料是个画家，圣诞节成了小公举，双手指姐姐是咖啡店女掌柜，情人节是巧克力店老板娘，老五是消防队员，老四是披萨外送员，老四的腊肠犬变成了狗肉战车。另一边就牛批了，一哥成了蒙面超级英雄，而老沙则是猝不及防的直接海贼王。逃出来的众人在一处荒野中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房子，开了家咖啡店，每个人都以梦想中的样子和角色生活下去。而小冯和三哥就没这么幸运了，被打成了猪头，送进了拘留所。因为性质极其恶劣，4人被辗转送到了最有排面的监狱推进城。其实也没有待多久啊，也就有了路飞的劫狱事件。4人因此和路飞等人完成了终极大越狱。在小冯的帮助下，其他3人随路飞前往参加顶上战争。海贼王最佳秀儿颁奖典礼，此次入围的秀儿有乌索普、杰克、巴基、黄猿。是谁有资格和海贼王罗杰、冥王雷利等传奇人物同乘异兽船？是谁可以和4皇白胡子口吐芬芳，和4皇香克斯称兄道弟？是谁被本部钦点为七武海，更是被海米称之为海贼王的第2人选？是谁擒贼先擒王，差点把老战国气出心脏病，兵不血刃将战国气出满头白发，谈笑间重创本部战力？这是一位和各路大神都有交情的大神，下面有请巴基大神发表获奖感言。一个身体和名字都可以随意组合但没有违和感的大神。顶上战争开直播，巴基大神我大哥。开启第一波大航海时代的人，那是大名鼎鼎的海贼王罗杰，而巴基的骚操作将白胡子最后的遗言传达到世界各个角落，直接开启了第2波大航海时代。最强霸王色运气，推进城里能关住各路枭雄的铜墙铁壁，却关不住我巴基大神。直播王我当定了。